这是紫外线激光，能切割玻璃，还能在玻璃内部立体雕刻，精度能在1粒米上清晰雕刻40个文字。我还用它在水晶球内完成了内雕，激光切割窗花。因为它是几乎不产生热量的激光雕刻，所以能让纸质、木质的雕刻画面更加平整清晰。这些工业级设备的专属，现在你可以在家里的桌面上完成了。往期视频分享过蓝光激光能轻松雕刻木板、岩石，制作文创周边；光纤红光能轻松雕刻不锈钢、金银、铜、铝等各种金属，进一步升级创意物品的质感。但它们对玻璃这种透明的物体都是无效的。激光雕刻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也容易让雕刻的边缘有烧灼痕迹。而这一台紫外光激光雕刻机能实现冷加工加立体空间能量聚焦，能轻松解决以上问题。它的到来让我的创意设计工作室支持到透明玻璃等更多材料的使用，雕刻以往用过的相同材料也会有不同的质感。它就是 X2 F2 Ultra UV。这台 X2 F2 Ultra 配备了5瓦的紫外光，波长短，几乎能雕刻市面上所有的材料。不但能雕刻红蓝激光光源支持的材料，主要还额外拓展了透明材料的加工能力。那么接下来我将依次为大家分享这台设备的基础能力测试、特殊强项能力展示以及创意生产过程当中的使用场景，看看它能不能成为你创意转化的好助手。对材料的平面雕刻和切割是激光雕刻机最常用的场景。那基础测试呢，我们也先来切点什么。常用的红蓝光源激光进行的是热灼烧，需要先把材料烧热、烧焦、气化。雕刻木板、毛毡等纤维类材质都会有碳化碎屑，边缘会被烧焦，表面也会产生无法清除的熏黑情况。X2 F2 Ultra UV 采用的是紫外线，它的高能光子能直接打断材料的分子键，产生的热辐射较低，不容易糊，相对来说可以实现冷加工。设备配置了摄像头，我不需要把雕刻的材料很精准的摆放，通过测距对焦时拍摄的图片，把雕刻位置对齐即可。雕刻完成后拿出来一抖，碳化残留就没了，图案很干净，没有烧焦痕迹。又分别在 A4 纸、木板、铁罐盖、铜壁上进行雕刻，木板上的雕刻效果比红蓝光所雕刻的更显精细。我又尝试了小尺寸的黑白创意画，并对它进行了切割，细节非常精致，图案的明暗色块分明，完成速度也非常快。微米级超高精度的雕刻，支持我完成一些微雕的作品。这幅水墨画的几厘米上雕刻了整片兰亭集序。接下来测试雕刻难度相对较大的亚克力和 3D 打印零件。之前用20瓦蓝光激光雕刻机加工亚克力的时候，激光焦点中心瞬时温度通常能达到600摄氏度以上，甚至能超过1000摄氏度。这个温度足以使亚克力融化，周围呢也会发生形变。如果是木材呢，也会迅速的碳化或者气化，无法产出成品。这次我在3毫米的亚克力板雕刻了一张雪景图，图案尺寸约18厘米长宽。雕刻完表面还进行了激光切割，成品的图案非常清晰完整，侧面看也几乎没有发生形变。我还在变形温度更低，50摄氏度以上就可能发生形变的 PLA 单层材料，仅有0.3毫米的物体表面上进行雕刻，这样一幅水墨画图案深浅变化清晰可见。刚才这些材料的测试相对常规，接下来测试的才是重头戏。透明的水晶，常用的红蓝光呢，既不能在表面形成雕刻所需要的热能，也不能在内部聚焦产生这种微爆裂，所以就无法实现雕刻。那这次用紫外线激光雕刻机来绘它，换上内雕专用的场镜，校准过程先雕刻一个简单图形来测试一下参数。使用 K9 水晶体雕刻了一个鬼马小精灵 Casper， 在电影里 Casper 和他的幽灵伙伴就是半透明的形象，所以在水晶里内雕是一个特别合适的选择。还能实现水晶球的内雕，球面会对光源进行折射，所以需要准备容纳水晶球的容器、雕刻液和固定水晶球的底座，我直接 3D 打印出来的。也可以使用其他能起到支撑效果的物体来代替。调整好雕刻位置就可以雕刻了。想雕刻一个生活在球体内的生物，所以就想到了精灵球里的宝可梦。很快，喷火龙喷火的水晶球就做好了。有了这么强的加工能力，很轻松就能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作品。就这种内雕打光的效果，给我第一反应就是数码宝贝的进化过程。它就是底面发光，角色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当中，所以打算做一个初代数码宝贝的神圣计划，首选亚古兽和战斗暴龙兽2个经典形象。它和平面雕刻不一样的就是立体雕刻，你需要调整的是空间当中的模型，把水晶的长宽高输入到电脑，就能在电脑里预览操作了。除了主体角色，周围我还放了一些动漫中进化时候的装饰文字，围绕着主体依次进行雕刻的同时，我也给这些水晶 3D 打印了神圣计划的外壳。打印完给水晶的上下组装上，基本就完成了。神圣计划的底面还预留了一个小孔，手机打开手电，给神圣计划来一点光，数码宝贝可以进化了。正对不进化。
整体使用下来的感受，机器本身没有太多需要操作的东西，主要都是在电脑上操作完成。软件内置了很多常见的雕刻、切割参数，在首次雕刻时候可以快速上手，省去了很多试错的时间。特殊材料没有推荐的参数，也可以通过矩阵测试来调整出参数，实际雕刻速度还是挺快的。雕刻效果也是有目共睹，不过也有一些使用的小问题。一个是机器体积比较大，重量20公斤左右，单人移动会比较困难。还有内置起火检测有点过于灵敏了，因为我是放在窗边去使用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环境光导致，有时候就会误触发它的警报来停止我的打印。虽然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但也希望后续的升级能让它的识别准确度更高一点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想雕刻的创意内容，我会抽出2位朋友获得这个激光水晶内雕的数码宝贝摆件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对你尝试 DIY 和创意内容有参考价值，希望可以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。那咱们下期见。